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9月16号，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请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都没有问题。来看一下，我这个贴的文字发不出去，有可能有点什么问题。现在可以了，大家应该能够看到我发的文字了。请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都没有问题。那么在你提问的时候，请把英文名字和代码打上来。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先说一下大盘。今天又出了一个小高点，最高点6626.99。那么今天这个高点，我们看一下裸 K 是把昨天的这个高点给包含了。那么现在市场还在等待的就是明天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了，9月17号。那么利率决议25个基点基本上没啥问题了，现在就看那个能不能可能降50个基点，或者说它的这个展望中对这个之后要降几次，能不能够有一些信息出来。虽然说川普希望降50个基点，但是按照鲍威尔的这个特性或者性格的话，应该不会屈从。虽然说现在的数据就业数据有点疲软，降25个没问题，但是降50个不太可能，我觉得。那主要还是看他的讲话，所以说明天关键就是看他答记者会上的一个讲话。那么如果说出现回调因为现在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在这个第二个中枢这里，就第二个2小时中枢，它跟第二个2小时中枢的关系，对吧？你还没有跌破这个2小时中枢之前，你不可能出现大幅回调。如果说回调了又回不来，还是3买。我们先测一下，从现在的价格到中枢的上轨 1.84% 到中轨 2%， 对吧？2%左右的回调都是健康回调，拉回到中枢里面继续震荡，这都是属于健康回调。所以说，不要这个一跌就害怕。但是呢，如果说你的成本，因为它最后这一段我们之前看过，在1小时上是一个五浪，1、2、3、4、5，对吧？是一个小五浪，在1小时上。如果说你在底下有做机动差价的话，在这个位置减仓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如果说要下来的话，它可以打到这个位置，打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的任意位置，甚至是杀到中枢下沿这儿。我们看一下大概的空间，1.3%，对吧？那这个1.3%，如果说对做短期交易的人来说，这已经很大的空间了，对吧？如果说你再用杠杆的话，或者说用期权那些带杠杆的品种的话，那这个空间已经很大了。如果说想避开这个的话，现在减仓先出来观望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你要做空的话，那就要量力而行了。毕竟这个大周期的话是向好的，我们做交易的话是顺大逆小。就大周期，比如说是上涨的，那么你就逆着顺大逆小嘛。小周期如果说下跌的，比如说这种下跌的这种，你反而去找位置要做多，就是逆着小周期的这个趋势来做，对吧？因为小周期是下跌的，那么你就要找位置去做多，所以说要顺大逆小。这是简单说一下这个指数。来，我们看大家会提问的问题。有秦朋友今天有事情不能参加，他想问一下这个 IONQ。我们先看一下，简单看一下他问的这个，然后再问看这个苏珊朋友问的。今天人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慢慢聊。他问的这是一个量子计算的，那么这个公司的话，IONQ 对吧？那么图形上我们之前没看过，我们看看它大周期上有什么比较明显的趋势没有？这里是出现，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我们看看季度上是不是一个，现在
都是在这个起涨点这里。那么月线上呢是有过一次回撤，但是后来这次是不够一笔的。那么月线上是3段，也可以是什么呢？就是这样，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你这么画也行，月线上有这么一个大中枢也行。那么前面这个进入段可以是这样，就是说可以到最前面的也可以，然后这样在这荡，这可以是这个离开也没问题，对吧？因为它是不知道这公司是之前是通过借壳上市的，还是说那个发行价多少，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可以这么画，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箱体啊、区间呢，对吧？就是说，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我们分析还是在这个位置6.22，就是这个的起涨点。看一下次级别，周线上明显做了一个中枢，把中枢的区间画出来。我们通过这种区间套的方式，我们就层层降低周期，到我们能够平时就能够交易的周期。因为什么周线了、月线都太大了，对吧？那么你想要做短差，把差价降来，把这个成本降下来的话，你必须周期相对要小一点。那么现在是在做周线的这个离开，那么这个离开段有没有结束呢？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这里可以当成一个2买也没有问题，就是它的小周期上可以递归出来一个回落一段，但是严格定义的话，这是不够一笔的，因为有一根毛刺儿，就是还是当成123的话是相对的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因为它这个第3段才是最强的，所以我们就按成123来画。日线上也还是3段，那么3明显不背驰啊，走的太强了，明显跟1不背驰。那么就看一下，简单看一下3的内部，3的内部应该是也走得非常非常强。所以这种片的话，你拿不住的话，就很容易卖飞。你看这里只做了一次回撤，1小时上只有一次回撤2买，然后又是一个123，现在是有可能要回来一个这个第4笔的回撤，但是呢，它这个3太强了走的，所以这个4回来，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潜在的测一下，它不一定能打到这儿，因为它打到这儿，打不到这儿就直接往上走，那就更强了。具体能打到哪儿的话，那你就要去跟踪了，对吧？但是这个片的话，手里有的话就尽量多拿一拿，对吧？因为它没有背驰嘛。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做这种小周期的，想避开这种小周期的回撤，也可以先减一减，但是千万不要追。一旦追它的话，就很容易，比如说你在这个位追在这个的位置，它可能调到这里，你一拿不住就搁在这个位置，你一搁，啪，它又起来了。所以说，对这种盘子并不太大、波动又很大的，那就买回撤，毕竟它的图形上是非常向好的，对吧？大周期，月线上是走离开，周线上也是走小 B 段，日线也是一个123不背驰，1小时也是一个3浪，现在有4浪的回撤的这个可能性，都是在主要的升浪，都是在主要的升浪。好的，这是简单说一下他们的这个 IONQ， 然后再看苏珊朋友问的 CRWV， 这是这个也是小散户也好，或者说市场，它主要是有这个英伟达的光环，对吧？也是做数据中心的，然后那个英伟达投资了它，然后市场炒了这么一段，也是非常牛，从33炒到187，也是非常强。那么现在这是做中枢嘛，对吧？我们之前是看过周线的，周线出现一个周底分型之后，它之前有回撤，我们也测过，就是在0.618嘛，对吧？不奇怪为什么这里停顿了。所以说，你知道这些的话，你就不会搁在最下面。我们当时说这是90，我记得之前他们问，就是忘了是谁问了。我们当时说是90取整的话，就90附近你可以尝试买一买。那么现在看，sorry， 现在这个最低点在这个85.26，对吧？那么现在还是没有逃脱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从187这个下跌并没有被逆转。它现在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但是并没有对这个中枢的话还没有出现一个3买来逆转这个下跌，来判断我这笔下跌是不是结束了。那这样的话才是说我这个下跌结束，然后这里是一个
二脉或者周线那个二脉往下走，对吧？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逆转，那还可以在这里矩阵，1、2、3、4、5，这是5段，6、7、8、9，甚至9段。如果说算上前面这段的话，那直接到这里就9了。看它出现9之后能不能够选方向。现在简单说这个票的话，就是围绕这个非常浅的这个中枢在震。那么也是不要追它，你一追它就很容易套在里面。所以说，先看一下最后这一笔，把它这个价格125.76，对吧？现在这一笔已经成笔了，我们就看一下这一笔的内部是不是够饱满了，可以回落了，是不是要杀回到中枢里面继续震呢？还是说走反向，对吧？可以走反向的呀，现在是完全是可以走反向。如果说快速往下杀的话，所以说要看一下它的小周期。小周期已经3段了，从这个84，3段。如果说这里也算一段的话，那就是5段了，对吧？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的，可以当成一笔，1、2、3、4、5，对吧？那么这已经5浪了，现在就看它这笔回来这个力度。你看它这个 MACD， 那这个打了高点你就可以减仓，就是这个5浪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减，因为它这个 MACD 给到的表达非常弱，所以说。你如果说知道多一点的话，这个出了这个高点，你就可以去减仓，或者说甚至去小仓位的去做空它。毕竟它是一个相对饱满的一个5浪之后，就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起码你的止损是可以放在上面一点点，对吧？对这种票，你如果比较熟悉它的话，是可以尝试小仓位的去做差价呀、做空啊，对吧？这都可以的。那么现在就看这笔回落。回落之后做中枢，但是不能够快速杀掉这个底下这个低点，因为这样走的话就走反向了，对吧？那就看它在这里能不能够做出一个中枢来，因为这个中枢还是在下面这个日线中枢上方，做出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够往上选。所以说你现在要跟的就是这个最后这一段。你是119打出来了是吧？那不是很好吗？对吧？你也可以挂在前面这个高点这个上面，因为它是一个1、2、3、4、5嘛。如果说你已经分析好有5浪的话，这119打出来不正好等待它的这笔回落吗？你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偷懒的方法，看看有没有这2个位置止跌之后再买回来。就是说现在这个仓位要相对的小一点，因为它是1小时周期的，对吧？你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中枢的结构买点，就这个位置。它也可以是，比如说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的位置，但是呢又能出现一个相对偏弱的，它的内部要相对饱满。到了这个位置之后，你可以看它的次级别是不是有2个中枢了，对吧？然后再看它最后一段的内部利用区间套是不是也有背驰了，就区间套下的背驰段的背驰段，这是我们在周末跟大家分享会员专享的时候说过这个方法。这样以这个位置，即使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也可以进，对吧？那具体怎样的话，那就需要慢慢去跟踪它了，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好的，这是这个 CRWV， 我们再看这个 Shirley 朋友问的 ARM。ARM 的话也是它的图形，我们一个比较熟悉的。这里反弹还不够一笔，但是快到一笔了。然后非常技术的踩到了这个中枢中轨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利用这个中枢中轨这个位置去进场或者说加仓，对吧？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在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几次这个 ARM， 它也是非常技术的又踩到这个位置又上来了。那么现在就看它这一笔能不能够成型，就是它现在没有脱离这个中枢，1、2、3、4、5、6、7段，8、9，如果说能够出现这种，比如说它的第9笔回踩的时候，比如说上去了，然后又回踩一次，这一笔回踩最好是能够在上半区间，也就是在这个中枢的上半区间，这是相对强的。
那么这个位置你一定要多买一点，因为它是一个第9笔第9段升级之后的。那这个如果说能够立住出去的话，就有可能脱离这个大中枢，对吧？那么现在的话还没有出现脱离，你起码这么一个明显的趋势线在这里，这么一个明显趋势线，你要突破它，然后再回踩一次，踩一下这个趋势线上，然后再走。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真能出现的话，你需要多买一点，因为它是脱离下面这个盘了这么长时间那个大中枢往上走，对吧？从24年基本上1月份，或者说从23年12月份就开始在这里盘那么长时间，所以说这个底部打的还是很夯实。但是呢，它要想上去的话，那就看它的基本面了，对吧？除非是这个，因为它主要是卖的是它的这个版权嘛，对吧？那么看看能不能有大的更多的客户啊，还是怎样？真的是基本面出现了更大的问题，更大的那个事件才能够脱离这个中枢。但是因为它有一个问题，我之前说过，就是软银对它的持股量太大了，造成这个股票盘子很小，所以它的波动其实相对还是挺大的。因为软银拿了持股它不卖呀，相当于你市场中流通的盘子就小，所以它的波动还是挺大的。但是如果说你能够跟得住的话，基本面起码没问题吧，对吧？虽然说我的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是我基本面起码不差，那你就来回做差价，你的成本应该不会太高。这就是在对这种相对走得非常规矩的这种图形，反而容易打差价的，对吧？你就来回做，能有耐心的跟的话，其实这个收益不会太差的。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最后这4、5根或者4、5周，现在是个什么情况？那么日线上还是一笔，那么1小时上是一个1、2、3，然后1、2、3的话，这个3应该还不背驰，看一下1小时。那么这是我们之前画的，这里的话，不够一笔，所以说还是这个一笔还在这里。那么1小时上还给了一个，现在也给了一个300，就是这是它的中枢。虽然说这一笔看上去比较怪异，但是它并没有脱离，首先没有脱离这个中枢，也没有跌破前面这个低点，所以说还是中枢震荡。因为中枢震荡的时候，你只要能被拉回来，那就是还是继续做中枢震荡，直到你不能够被拉回来，也就是这个位置，就是300，对吧？1小时300现在，那么300之后又反弹了一笔，但这个反弹就偏弱了，对吧？利用我们知道的那些，这里有很多 K 线在这里横着，然后打了一个高点，说明是小周期上15分钟上应该是一个，或者5分钟上有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这个是饱满了，可以结束了。说现在是走回来这笔了，也就是说这是大 A， 在这里做大 B， 然后再往上走，才有可能结束从127上涨的这段。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围绕这个区间做更小周期的这个震荡，做1小时的中枢震荡，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不能够盯盘，能不能够做1小时这个那个差价了，对吧？那么现在它这个回落现在还不够一笔呢，那你就需要耐心等待。这是针对这个 ARM。我们再看有一个叫 MHC 朋友问的英特尔。英特尔的话，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它一直没有脱离周线上有这么一个区间，我们之前说过。但是现在，美国政府也入股10%了，对吧？但是呢，虽然说它拿到了一些新鲜的这个资金新鲜血液吧，但是它的业务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它这个周线的大中枢并没有脱离。但好就好在呢，日线上这段还在这个中枢上面，在这里震，就是这个起涨点。这里有一个日线中枢，然后它在上方的这里震，对吧？在1小时上有中枢，它在上方震。那么再有个什么消息刺激，再上去，然后再在1小时上再出来第2个中枢，才有可能结束从这里上涨的一段。所以说你要做的就是围绕1小时这个中枢做中枢震荡那个差价操作，就是类似一个中阴段，它没有方向选择。简单的看一下，对吧？很清晰的这么一个
箱体也好，中枢也好，你就围绕中枢震荡差价操作，直到它什么时候出现类似前面这种力度快速往上拉的时候，那你就不能做差价了。单边段是不能够做差价的，震荡段是可以做差价，单边段就抱着你手里的仓位，对吧？所以说单边段你要去像这种那个单边的时候，你做差价，你很容易卖飞呀。所以说一旦发现力度很快往上拉升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去做差价了，就不一定要买回来。这个力度强弱一眼就能看出来呀。你像这种强势拉升的时候，跟这个弱势的这种在这里区间震的时候，力度是非常有很大区别的。所以说，一旦往上跳离这个中枢往上走的时候，你就要抱住你的这个仓位。那么它现在好就好在是在日线上下面这个中枢的上方在这里震，而不是说在很贴近。比如说它在这里震的话就偏弱了，因为它很容易就被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但是它在上方的话，跟这里有一段距离的，所以说，如果说它的基本面再有一些好消息刺激的话，那很容易上去。但是你要注意，如果说它很快上去，没有后期的力度的话，那就很有可能不能够突破周线这个大箱体的话，那还会再下来，对吧？所以这个力度你要关注，这个消息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刺激也好，一定要非常非常好才可以，才能够突上去。比如说像那个最近那个 UNH， 为什么它能起来呢？就因为巴菲特还有一些机构在买它，对吧？它才能够起来。所以说一定是非常好的那个这个基本面的消息刺激，才能够让这种本来它的基本面是差的，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原因，但是因为巴菲特他们这些机构又看好了，哎，又转变了它这个基本面。所以说，英特尔现在现在差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好，我们再看一个苏珊朋友问的 BBAI， 考虑减一点仓是吧？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现在的位置不应该减，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不应该减。现在是在周线上，那么周线上又出了底分型了，那么对这个大中枢又是一个3买，我的建议是一会儿等一下看一下更小的周期吧。但是大周期上，如果说这个3买能够成型的话，这是1、2、3、4、5、6、7、8、9，第9段升级之后起来的。如果说能够起来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简单测一下。其实黄金分割是一个怎么说呢，偷懒的方法，有的时候吧会给大家带来一种依赖的感觉，因为它只是一种预测，但是任何的预测其实都不打准的。你所谓的这些那个压力的位置，只是一个可能的。你到了这个位置，你还要根据当下的情况要看，要根据路况嘛，这是类似一个红绿灯。所以说，其实更多的时候不要用它，应该用你的结构。那么现在这里如果说能够是一个3买起来的话，那甚至再打前面的高点都有可能。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转折，首先看这个转折结不结束。日线上进入段中枢离开，然后现在这个一笔起来，就这段是周线那个底分型。那么今天这个力度是不错的，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结构，这是周线上有希望要结束了，就是周线上这一笔有希望要结束了。那么今天是出来力度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涨了14%，出来力度了反而不应该动。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虽然说现在是勾一笔了，我们看一下小周期有没有结构。如果说小周期没背驰的话，你就更不应该动了。那么1小时的话是有过一次回落，前面也有，但是呢这里是不够，所以说这是2、3。那么我的建议是，如果说实在拿不住的话，我们看看5分钟上。这里是起涨点，这里有一个中枢，明显比下面那个中枢大，就是能量大，可能2个中枢那起码也差不多有9段吧。然后出了9段之后还有一次回落，但是这个回落不够，这是次级别的3买3加，因为这个的应该是超过9段，5分钟上应该超过9段了。你如果说想减的话，我建议减个一点点吧，因为在5分钟上的话，它完全是可以这样走。对吧？你能就是这个的回档，
你如果说忍受不了的话，你就可以减一点，它完全是可以非常小的回档，然后继续往上走，或者说这个回档碰到这个中枢了，这样的话在这里形成2次回撤，但是2次回落还是下面中枢的3买，就是说这个回档你能不能够承受？如果承受不了的话，你可以减一点，然后但是呢，你要保证你能够买得回来的这个位置，因为你需要盯它，它级别非常小啊，因为它2次回档还是3买之后还可以快速碎往上走，你有可能打个比方，你这个位置卖了，你可能后面这段大的上涨吃不到，因为它这个级别太小了，它的快速回档之后可以继续往上拉，所以就看你个人的承受能力吧，或者说仓位非常重的话，要减一点也没有问题。不知道他今天是受到什么消息的刺激？可能也是跟 AI 相关的这么一个小票，所以说看个人吧。但是减一点也没有问题，毕竟它今天可能大涨再窜回来也有可能。所以说，虽然说周线上已经形成底分型了，但是还没有回到这里面，也可以再压回来，在这里震一下，然后再上也可以。说减与不减，就看你个人的这个风险喜好，还有跟你的这个仓位有很大关系。我们看你说一个，我把这个现在均线整出来，你说60天均线没有，这不是踩着120天、200天上去的吗？对不对？均线也好，什么斐波那契都是辅助，主要看结构。均线这些东西都是扯淡的，都是说白了，你不懂的话，或者说类似一个辅助判断，这些都是辅助判断的。到了这个120天就能够持稳吗？就能够止跌吗？对吧？不一定啊，要根据结构啊。是到了这个位置，我要看它下跌的内部结构，对吧？重点在结构，而不是说这个2根均线。所以说一定不要本末倒置，重点在结构，辅助是在那个均线。所以说，但是至于，所以说交易难就难在它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事儿。我的仓位大小，我这个人个人的风险喜好，都不一样。那么你想找到一个万能公式来解决交易问题，那太难了呀。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我个人的，因为你听了它听对了一次，你不可能每次都问别人吧，对吧？所以说每次，因为交易最终是落在你自己手里那个鼠标上的，对吧？你要保证你自己能否长期盈利，只能靠你自己。你当然了，你找这个60天均线也好，或者什么均线作为你的一个方法。如果说大概率每次，比如说10次能有8次都是对的，也可以，没有问题的。你只要掌握一种就可以。但是呢，这些都是次要的，最终还是结构。所以说，没有办法给到你说，哎呀，这次卖了，它肯定回来，那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我现在都做不到。我说在这里卖了，那我需要盯着它去。我很多的时候就卖飞呀，都太正常了。但是呢，如果说你长期看好一个票，那你肯定手里有底仓的，对吧？你不至于说，哎呀，非常看好的一只股票大涨了，手里一股没有，那就完了，对不对？那就会造成那个心态可能会去追在最高点。所以说，长期看好的就是利用这些差价，利用这些震荡，把差价，把成本降低。这样的话，你就有利于你长期持有嘛，才不会对这种每天的这么多的小波动而造成你的这个困扰。所以说，我们做差价，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长期持有。你只要想好这个的话，就是无所谓了，对吧？涨高了卖一点，然后跌下来，但是呢，你有可能买不回来，都是它也回来了，但是你可能在喝咖啡啊，或者说在忙啊，因为它这个周期太小，它可能又上去了。等你看到的时候，可能在这个位置。所以说，这是我说的，就看你每个人的这个操作周期，你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你的仓位大小，这个才是取决，才是决定你是不是要卖，还是说你要卖多少，这个是非常 personal 的一个东西。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